知道怎么样在家简单的来制作这个果酱。那果酱的制作过程呢，并不困难，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今天呢要分享的是一个组合哦。我今天是要用荔枝跟玫瑰花哦来制作一个荔枝玫瑰的这个果酱。那它的口感非常的特别，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那我今天呢就是要来为大家示范一下基础的果酱的这个组合的方式。基本上你学会了这个荔枝玫瑰果酱的做法，你只要改成其他任何的这个水果哦，都可以简单的制作出非常好吃的手工天然的果酱哦。就算你今天不是选择这个荔枝哦，你可以选择任何的，几乎是所有的水果哦都可以制作。那但是呢，如果水分高，比如说像西瓜哦这样的，它的果胶含量稍微低的，你就要稍微浓缩的时间久一点哦。另外的就是糖、柠檬的部分，糖跟酸哦会引出水果当中的果胶，所以这个两个东西哦不可少。那当然我也试过完全不加柠檬。如果说这个种类的水果它的果胶含量相当丰富，像苹果的话，或是柳橙哦，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就不需要这个柠檬，没有关系。那另外糖的部分，我们基本上是放60%左右的糖哦，会很适合。那当然也要看你的水果哦，像我今天这个荔枝，我觉得是属于甜的，所以其实我糖就放的没有这么高哦。那我今天呢是用大概700公克的这个荔枝哦，照理说我们可以用到大概350公克的糖，但是我觉得更健康一点，我想减量一点，我觉得我怕孩子吃太甜，再减了50哦，就变成300公克，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弹性，大家请自行的调整。担心糖尿病啊等等的问题，我觉得就要更少了，可以甚至放到1/3左右的量哦。另外，我这个果酱很特别的是，我放玫瑰花，因为我吃过外面厂商哦有制作过荔枝玫瑰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呢，我研究了一下这个食物的属性，我发现玫瑰花属于寒凉，比较偏凉的哦。那荔枝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刚好两个这个属性综合了一下，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哦。我剥一颗给大家看，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直接先剥壳哦。像荔枝的保存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报纸喷一点水包住你的荔枝，可以在冰箱放蛮久的时间就直接剥剥这个果肉剥掉那我今天这个是玉荷包，所以它的籽很小。如果你有传统的更香就传统的这个黑叶荔枝我们要把有点咖啡色的膜给剥掉但是我觉得我不介意我觉得它的口感并不会影响太多。材料还有再一个东西你可以加可不加，就是麦芽，不管是白麦芽或者黄麦芽水麦芽都可以，只要是麦芽，因为麦芽呢会增加这个稠度我大部分的果酱我不加，像比如说草莓啦、芒果我都不会加麦芽的。但今天因为这个荔枝的部分是比较难煮的果酱，所以说它的果胶低，所以我还是要加一点点麦芽好，那我再解释一下，今天我用的是美善品这个锅，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因为这个锅我们才可以煮果酱，不是的。其实我们就是用一般的这个不锈钢锅啦，有的人说用铜锅都可以。铸铁锅是有人说酸性的物质不要那所以我们最安全就用不锈钢锅或是铜锅我自己今天呢，因为我不想要搅拌，所以我才运用到这个美善品。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锅，绝对是没有问题。美善品的温度也是到100度而已所以是跟一般锅的效果是一模一样，它只是能够帮我搅拌而已那你自己用一般的锅，就是我们要比较辛苦一点，在旁边顾火搅拌但是就是中途稍微翻动其实就好了。只要你是受热很均匀不锈钢锅不要是薄底的，要所谓的复合金它会比较均匀一点，不会烧焦我这个是700公克左右的。好，我们就把这个糖也加进去1颗的柠檬我们也要这时候就加进去，原因是糖跟柠檬在这个作用就是要把果胶给引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先放，我们就不是要取这个柠檬这个维他命 C 的部分，维他命 C 的部分就会被这个替换掉，所以有些果酱食谱会告诉你用醋也可以取代，但我觉得口味没有柠檬好好，那我就徒手的挤这个柠檬你可以用这个特殊的机器或是压的都可以那我是用叉子那你待会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有籽稍微的滤除一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也可以买无籽柠檬那我喜欢这个酱料稍微细致一点，先让它稍微的搅打一下我大概就是
这样子的细粒状。那如果你要再打更细，当然也是没有问题了。用美善品我就先用45分钟之后再来加。我们用一般的标准流程，这样了哦，我们就开始煮，用蒸汽的模式。跟我一样用美善品来制作这个果酱的朋友，我建议你要找一个这样子的网篮。这个网篮要干嘛呢？原本美善品有附的这个盖子哦，我们如果放上来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它会扑出来。而且铺得很严重，到处都喷满果酱，这样很麻烦。只要拿这样子的滤网，我们当盖子就刚刚好。就算它在蒸汽模式一直喷出来一些蒸汽的同时，一些果酱也会喷出来，但是会因为这个网篮在这上面的关系就会把它盖住。我觉得相当的好用。不锈钢锅或是你的习惯的锅具在制作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在旁边要顾火，然后我们先开大火，然后就开始让它先煮沸还有一个过程就是边煮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泡沫，也请你把它移除。这样的时候我们处理一下玫瑰花，应该说是花蕊的部分要取出来，这个都不要那部分我们在中途加进去。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莱姆酒的朋友，我建议大家直接就用热开水把这个玫瑰花像泡花茶一样泡开，中心的这个花蕊的部分就不要，这个泡出来的一点点的这个热的玫瑰花的茶就像这个莱姆酒一样，我们就直接等一下加到这个中途加到果酱里面就可以咯。所以不一定要有莱姆酒，也可以用热水。大家看一下，你看它会扑而且它会都滚出来，所以这时候你没有加上这个网子，会扑的到处都是。现在大概煮了45分钟我们刚刚设定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要把一些这个浮沫给捞除掉。你觉得比较像是泡沫状的，其实你可以就刮掉其实还蛮浓缩的已经变成这样的状态了莱姆酒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加进去。那莱姆酒加了以后呢，我们也把花瓣也差不多可以加进去了今天煮这个酱我觉得比想象的时间还短，待会再多加个20分钟应该就做好了。最后呢，我再把这个1匙的麦芽糖我们就这样捞1匙。我们就让它先在这里面这样子化去了。我们现在要大概再煮个我看15-20分钟大概就可以完成咯。那有人问到浮沫如果没有捞除干净有没有关系？其实老实说没有关系，它只会带着一点点的这个涩味这个涩味我觉得我的孩子跟我自己都蛮能接受的，所以有时候的这个浮沫我并没有全部把它捞得很干净，因为我觉得捞掉好浪费所以我就稍微的去除大概的泡沫就可以咯。试一下这个做果酱要装置的这个容器，我们尽量是这个玻璃而且大家要注意有些玻璃它的耐高温度大概只有60-70度我们需要找到的是这个耐到至少100度左右的温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杀菌。第一个我们会烫这个玻璃瓶那如果你的温度是70度左右的那种玻璃，比较没有办法会烫破一定要选这个耐热材质的玻璃。我这个就是专门果酱用的这个瓶子消毒怎么消毒呢？最简单的就是放到煮滚沸的水里面煮一下以后，把它夹出来以后沥干了以后不用擦我们就直接这个沥干，等到它全干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那如果说你真的等不及，我觉得厨房纸巾可以把它擦干还可以，因为厨房纸巾的棉屑可能没有那么高，包括瓶子的这个盖子的部分都要注意像这个瓶子的盖子的部分都是一样是金属的材质会比较好。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待会会倒扣，原因是倒扣的原理听说是会让这个瓶子产生真空的状态，那我试验的结果也觉得是室温下3到7天让这个果酱熟成之后，我打开的时候我会听到这个叽一声，好像那个气冲出来的感觉，所以我相信它的确有这样的功能已经煮好的果酱，我们这时候就要把它装填入这个罐子里面。果酱还会再经过一些熟成的时候，还会变得更稠。果酱已经装罐好了，那我现在就要把它密封起来。那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糖化的非常的好，而且因为加了1大匙的麦芽你看果酱非常的好，我试试看。太美味了！涂果酱以外呢，我觉得甚至可以拿来泡红茶都非常的好吃如果有的朋友喜欢这个果酱比较稀的、比较手工的你就可以不要加麦芽的部分今天我这个罐子选的有点大，但没关系，我为了让大家看了这个清楚一点那我们这次就把它封好。那这时候罐子很烫其实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倒扣，我们把整个果酱倒扣过来，这个倒扣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把罐子边边如果有滴到果酱的洗一洗，这个果酱
酱啊，我们倒扣3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直立了啊。这个果酱我已经放置了1天的时间。那基本上很多的教科书上是讲果酱的熟成哦，就是你倒扣30分钟之后立起来哦，要放在室温下3到7天，让这个果酱口感哦更为的深沉，更有深度。那但是我自己个人老实讲，我试过，我发现放3天。或是7天哦，跟我在放置1天以后，甚或是直接拿来直接打开就来取用哦，我觉得其实我分不太出来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不是那么建议大家要放这么久，我觉得不需要哦。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参照正统的方式，那你就放个3天到7天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只放了1天哦，大概24小时我就要拿来使用了哦。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加了麦芽哦以后这个果酱的效果哦。照理说这个荔枝哦是非常难产生果胶的，但是我给大家看，因为我们加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黏哦，这就是真的很像涂面包的这个果酱了。有一些人很不喜欢这么黏，像我的孩子他喜欢比较稀的哦。那记得你就不要加麦芽糖，你就直接呢就用糖熬煮，我就是属于稀的果酱。那个稀的果酱就很适合拿来做这个 yogurt 的上面的这个淋酱。那现在这个比较浓的，很适合拿来涂面包啦、涂馒头啦，或者在比较硬质的状态下使用的哦。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很浓稠状态的，挖到漂亮一点的容器哦，那就可以跟这个朋友来个下午茶哦，或是跟小朋友很好玩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手工自制果酱，梦幻厨房在我家，也可以在你家哦。